今天钻井取水，终于解决用水质的问题。山崖瀑布水井池经过改造，总算熬到了避水测试环节。万没想到做了4遍防水也防不胜防。现在不仅要解决水源水质的问题，还要面对漏水的问题。趁着还有点水，先测试底吸有没有效果。水池没有做地漏，换水只能利用水泵吸起来，这样的流量几分钟就可以让浅水区暴露出来。现在山洞已经形成了独立的水域，理论上这些水只能通过预埋的管道利用虹吸效应越过浅水区。今天还是第一次测试，和预想的一样哈，还没有翻车，但是发现几处漏水点，这个底吸螺丝的孔洞居然在反水，石壁局部的防水材料已经开裂，山洞也有几处沁水的迹象，石壁的裂缝我猜想就是漏水比较严重的地方。当时满水状态下，这里有明显的吸水情况，先用沙灰把凹凸不平的地方全部抹平，再做打算。约的打井师傅也在此时上门探测地形，以前的老井就是距离湖太近，导致水质污染严重，新井想离湖远点，但是又要取水方便，房屋周围都是斜坡起伏的地形，我心仪的地方就在院内，确定了位置就等明天开工。填补的水泥凝固后，为了稳定又调配防水堵漏神器，搭配上聚酯布在表面覆盖一层，这种材料不仅粘连性强，还能快速在水泥表面形成不易透水的防水层，最重要石壁凹凸起伏的地方也能完全覆盖，就这样又给会被水淹没的山崖石壁上了一层保险。做完这些一天又混过去了，今晚还要完成一件重要的任务，水井的选址一面靠近山崖，一面又是水池，打井操作空间有点具体。这棵百年植物不知道还有没有老铁记得，当时为了修饰这根水管种在这里，这次不得不先暂时起开。OK 了，兄弟们，现在我们临时平台已经搭建好了。早上6点不到，师傅就来了。最近正在经历开学都延期的高温，趁着早上凉快，早点开工。我对这些机械完全没有抵抗力，今天也让我长见识了。滚的这坨铁疙瘩应该是钻头，感觉有点分量。师傅们也只有借助机械吊装着才能移动。这个像拖拉机车头改装的，就是钻井设备，今天就靠它来发力了。小黄车正在装运的就是钻杆，每根长度是 1.5米，师傅也不敢确定水量的情况，就先预计了50米的深度。这空压机，看这气管就知道气压有多大，转头的动力应该就靠它了。机械升降起来就正式开工了，师傅换上钻土的砖头先探探路，没想到才半米不到就遇到了石层，这半米的土还都是我回填的，只能换上重量级的装备。因为地质都是石层结构，钻井的进度可想而知。随着钻杆的不断增加，地质石层的不断变化，终于在第4根钻杆的时候，土壤有了湿润的表现。不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会有水流出来了。随着深度的下降，水量也不断增加，现在喷出来的都是泥浆，最重要还顺着缝隙流进了水池。为了减少之后的清理，果断采取了节流措施，并且通过引流的方式引入到排水沟，避免泥浆沉淀，又用水管不停的冲水，确保泥浆的流动性。还好昨晚加班搭建了平台，不然泥浆全部会流进水池。看师傅都只能站着石壁上远程操控，就知道现场有多局限。随着钻杆的不断增加，到60米深度的时候，出水量排水沟已经快承受不住了。师傅说已经达到了3层水源，看这气势实现无限续杯应该不过分吧。深度确定了就开始回撤转头，每提升一段就需要拆下来后再重复，不过都是机械控制，还是比较方便。随着最后一根转头的出土，这次打井工作已经结束，总计用了41根转杆加上转头，水井深度在62米左右。下一步就需要放置护壁管，虽然都是石层结构，但是这些页岩石层长期泡水还是有风化垮塌的风险。为了避免水井越填越浅，这次也是决定埋管至最底层，水井孔径是200，护壁管用的160的，每根长度是4米。管道在放入之前4周都需要打孔，方便沥水。最上端留了几根没有转孔，这样也能避免下雨地表水沁下去的情况。看见水了，水位距离地面应该还有4、5米左右。师傅们收拾完设备后，又该我和老爸进场了。井口表面的泥土掏出后，水井与护壁管之间的间隙还是比较明显的。为了避免之后被风化土堵住，还是决定用小的砾石进行填充。这种石头长期浸泡也不用担心风化，同时还能保护护壁管孔洞的透水性。最后泥土层再用红砖进行隔离，直至井口。打井喷出来的泥浆让水井周围无一幸免，不过好在植物并没有受到伤害。水池这次听从大家的建议，换了一种防水材料重新涂抹。针对山崖石壁和山洞这些容易翻车的地方，也是刷了一遍又一遍。涂料晾干期间，先检验水井的水质情况。新井第一次取水还比较浑浊，3小时过去水质有点变化，但是还有泥沙。过了10小时，总算水变清澈了。现在开始给水池灌水，试试水井水量能不能无限供应。经过了1天1夜的蓄水，水池水位已经到了最高水位线，但是水质的情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，可能是新井石层的原因，还需要多抽几天再看看。现在我们下水去感受一下这井水，哇，太凉了，这完全是冰水。井水温度太低，下水失败，只能先这样蓄水观察几天再看看情况。现在房屋的水源问题算是得到了解决，水池你们觉得还有必要做过滤吗？马赛克选什么颜色成了问题，难就难在又要水质看起来清澈见底，也要和山崖石壁搭配得上，成了难题。